最近这个世界呢是发生了好多的重要的事情啊，很多人是低估了美国的通胀、加息对我们的影响，也低估了中国内房断供，甚至是斯里兰卡破产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其实这个影响是非常的深远，有可能会带来股灾，有可能会带来房地产的崩盘，也有可能对未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大家今天一定要看完，我最后还会给大家一些锦囊妙计。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过去30年投资的经验和心得，希望能够提升大家的回报。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我的及时的分析了。回到了今天的主题，美联储最新公布的通胀的数字是 9.1%， 这个数字是1981年以来的最高的通胀的数字。市场预测7月底美联储的议息会加息 0.75%， 甚至是 1%。 那我们来知道一下 0.75 甚至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般来说呢，美联储加息都是 0.5%， 甚至美联储的主席 Powell 在5月份的时候还说6月份加息 0.5 已经够了。75 basis point in an increase is not something the committee is actively considering. There's a broad sense on the committee that additional 50 basis point increase should be on the table for the next couple of meetings. 结果到了6月份是加了 0.75%， 那现在市场预测7月底可能会加 0.75%， 甚至有很大的机会会加 1%， 这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加息。而且不光如此，市场预测到了9月份美联储在议会的时候会再加多 0.75 甚至是 1%。 那到了年底的时候，美国的 Fed rate 甚至会到 3% 这么高，这会是这么多年来美国利息最大的一个涨幅。应该来说呢，对股票市场是非常的不好的啊。但是现在这么糟糕的一个数字出来之后，我们看到美股没有怎么大跌，有很多人解释是因为通胀可能已经到了顶，或者以前股票市场已经预计到了这么多次的加息，股票已经跌够了，所以现在是个捞底的时候，有很多人进场去捞底了，使到这个股价每一次跌了之后有一个强劲的反弹。今天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过往的多次的加息会不会导致股灾的发生。那我们看回71年之后美金与黄金脱钩之后的每一次的加息，我们看到77年、86年、98年、04年的加息呢，最终都是导致一个股灾的发生。回到了77年，当年它加了息之后，加上通胀非常高，美国的经济非常差，所谓的滞胀，结果马上77年就有了一次很大的股灾。到了86年的时候，当时的经济是非常的好，股票市场也因为经济好涨到了非常非常高的时候，到了86年加息了之后，87年就发生了黑色星期一 Black Monday， 股票市场暴跌了 30% 以上。那一次的调整虽然是短暂，总共也跌了超过一半。到了98年加息，也不是马上看到股灾，直到了2000年的4月份 Nasdaq 才在高位的时候爆破跌下来，科技股也跌了超过 80% 甚至 90%， 很多的科技股从此就消失在我们的视线范围里面。到了04年美联储再一次加息了之后，也是没有马上使到股票市场崩溃，而是到了06、07年，很多人他们当时买楼借的 adjustable rate 头几年是低息供款的，到了他们几年的低息期过去了之后，他们的供楼的利息涨上去了，突然之间供不了楼了，断供了，结果就浮现了当时的次按危机，也导致了08、09年的时候雷曼的爆破，整个美国的金融银行体系差一点的崩溃，也就是我们看到的08年的金融海啸。这4次的股灾跌的幅度都超过一半。今年美股 S&P 500到现在为止调整最大的幅度也只有 24.5%， 距离这些股灾
债的50% 以上的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所以这次跌完了没有呢？那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几次的加息呢是没有导致一个股灾，只是有一个调整。比如说93年的时候也有一个加息，股票市场只是轻轻的调整了一下。到了2016年的时候，美联储也是开始缩表和加息，但是呢当时的经济还是非常的好，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啦，美国的经济啦都是非常好，使到股票市场还是不断的上升。到了2018年，这个加息和缩表的影响才让股票市场感受到，所以2018年有一个调整，但是这2次的调整都没有达到灾难性的崩盘，就反弹了。在这里呢带出一个概念，很多人把股灾和调整是混淆了。股灾英文叫 market crash， 调整英文叫 market correction， 背后发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market correction 来说，是因为股票的价值下跌了，使到投资的人不愿意再给那么高的价格，股票市场是下来了。比如说加息的时候，因为投资者是买着一个企业未来的盈利，所以加息的时候这个折现率上去了，一个企业未来的盈利折现到今天的价值就下降了，这个时候股价有个调整，所以加息一定会降低一个公司的价值，这会导致一个调整。但是呢一般来说加息是因为经济太好了，经济好的时候那个企业未来的盈利又会增长，所以企业未来的盈利增长是利好股票的，利息的增长是利空股票的，这2个影响是对冲的，所以到最后加息这个影响对股价的影响不是太大。但这一次呢加息很可能会导致一个经济的衰退，如果经济衰退的话，那企业未来的盈利也会缩小，很多的企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出盈利警告。我们经常都看到一个企业如果发生盈利的警告的话，它的股价马上就会下跌。未来如果经济衰退的话，很多时候这些盈利都会下降，再加上利息的上涨，这个对股票市场是 double whammy， 2个都是往下的因素，非常利空一个股票的价格。当这2个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滞胀。所以这次会不会有滞胀呢？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在可能会发生的2个黑天鹅，会不会影响到美国这一次的经济，不光是轻微的放缓，而是更严重的衰退。第一个是中国内地房地产的断供潮。如果小伙伴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让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自从2000年加入了 WTO 之后是非常的快，出口也是非常的好，赚到了外汇之后，这些外汇到了中国兑换成了人民币，大量的增加了中国内地的货币供应。这么多的资金，很大的一部分最终是去到了楼市，使到楼价不断的涨，楼价不断的涨，又让国民投放更多的财富进去买楼，买楼变成了一个只赚不赔的财富保值的方法。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 A 股非常的波动，一般人的概念当中要做财富的保值投资的话，买楼就是首选，不断有新的资金去买楼，楼价就涨得更多，楼价涨得更多，又吸引了更多的资金进去买楼保值，逐渐的这个楼价就涨到了很多老百姓负担不起。当然买得起楼的人还是不断的买新的楼，中国政府希望楼价能控制下来，有了好几年的不同的政策，限购、限贷等等，但是还没有能够压制住这个楼价的上升。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内房的建筑商、发展商呢，又看到只要他们大胆的去借钱造楼，楼价不断的涨，他们又能获得更高的利润，发展的更快。像成大的许家印、世茂、富力、介绍业、花样年这些内地的房产商呢，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利益的冲突，我们经济学里面叫 moral hazard， 也就是说风险是在债主身上。他们虽然是给了很高的利息，借了很多的钱去大量的投地造楼，赌一把，如果楼价继续涨，他们赌赢了，最终的钱是到了他们自己的身
家里面，他们的财富在富人榜里面又可以排高几位。但是如果他们赌输掉了，最终违约倒闭，这个风险是到了债主甚至是买楼的那些人那里。所以赢了他们赢，输了债主和股东输。这个 moral hazard 导致他们是过度的借贷。当他们不断过度的借贷的时候，中国的楼市越造越多。所以中国政府就下了更大的重药，推出了3道红线这个政策。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它的借债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它就不能够再借债了。这个3道红线限制了企业再发新的债去还旧的债。然后呢，又碰到了一个黑天鹅，新冠疫情的出现，使得造楼和卖楼的过程都中断了。这导致这些内房建筑商他们的资金流断了，没有资金流回来了之后，他们也欠了建筑商发不了款，建筑商就停止了他们的建筑的工程，使到很多的楼盘变成了烂尾楼。这里又发生了一个骨牌效应，一个影响下一个，一个影响下一个。当这些楼盘停了之后，因为这些房地产的开发商希望尽快的把资金调回来，可以再开发下一个地盘，或者拿这些资金去造楼，所以一般来说他们都是预售这些楼盘的。预售了楼盘之后，新买的业主虽然没有住楼，已经要开始供楼了，供了几年的楼之后才能收到楼盘住进去。当这些在建筑的楼盘停顿了之后，这些买了楼花的业主刚开始还在供，但是后来呢，他们觉得如果继续供下去，但是又看到这些地盘没有在施工，收楼遥遥无期，甚至到最后是拿不到楼的。如果他们继续供下去的话，到最后会损失更惨重，不光是没有了楼，还要额外的供了这么多年的款，到最后都拿不回来。所以呢，一开始只有几个人没有供款，到现在是大规模的业主断供，不再供这些楼了。好了，这个骨牌又压倒了下一个骨牌。当这些业主断供了之后，银行收不到这些公款，银行的现金流也发生了问题。一旦银行面对的这个现金流的问题，那存钱在银行里的存户，他们发现，我的钱会不会以后拿不出来呢？有1-2次真的是拿不出来之后，就导致了对银行的信心的危机。我们看到在中国的河南省，很多人跑去银行要提款，结果拿不到钱出来，导致了更多的人到银监会去抗议投诉，发生了集体的这个信心危机。其实这个跟08年在美国发生的雷曼事件是非常的相似。雷曼事件也是因为美国的楼价太高了，利息涨上去之后，导致很多人没有能力供款的断供，最后发生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当时是美联储加上美国政府大量的出手，才避免了一个金融银行体制的崩溃。这一次在中国内地已经是超越了企业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未来我们要拭目以待，中国的央行和中国的政府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的不好的话，那中国的银行体系甚至有很多的理财保险行业都会受到牵连，房地产和他们的相关企业又是整个经济里面的一大支柱。如果地产和相关企业搞得不好，银行和保险理财企业搞得不好，那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会是非常的大。那中国作为全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中国的消费者其实现在也在购买全世界很多的产品。如果中国经济不好的话，也一定会影响全世界其他经济体系和很多的大公司出口给中国的盈利。所以对美股来说，很多的企业，比如说 Apple 啊、P&G 啊，这些企业他们的盈利都会受到影响。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斯里兰卡这个小国家正式的破产了。那斯里兰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破产，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斯里兰卡破产之后，它的其中一个债主是中国，斯里兰卡又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整个发展计划当中的其中一个国家。中国是投放了大量的
资金去借给这个国家搞基建。那这一次如果斯里兰卡破产也影响到中国的资金的话，我们刚才说过，中国本身已经面对的内房断供带来的经济的影响，如果除了内患还有外忧，斯里兰卡破产导致中国外汇有很大的损失的话，内忧外患，中国的经济将会是雪上加霜。而且斯里兰卡面对的问题不是他一个国家面对的，其他还有很多的类似斯里兰卡的这些一带一路的小国家，也是因为之前建设一带一路欠了很多的钱，这一次又是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导致能源的价格上涨，食物的价格上涨，再加上美国加息，美金涨上去，使得他们本地的货币更加贬值，他们的通胀失控，他们要进口货品变得非常的贵，用掉了他们的外汇，使到他们也是百上加斤。如果斯里兰卡还有其他的国家一个一个出现破产这个危机的话，类似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情况会不会重现呢？当然，黑天鹅的定义是我们预料不到的，我们只能做充分的准备。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的内房断供和斯里兰卡的破产只是一个引发点，我相信一定会有骨牌效应，导致下一个黑天鹅暂时我们还没想到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就像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一定不会想象到俄罗斯会打乌克兰，也一定不会想象到中国的内房会搞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也想象不到斯里兰卡破产。所以这个骨牌效应一直下去的话，下一个黑天鹅又是什么呢？最后回到了美股到底会不会跌这个课题，这些黑天鹅都会影响着美国未来的经济。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面对着加息和缩表这个挑战，当利息涨上去之后，很多消费者他们买楼买房都需要借款才能买下来了。当这个利息涨上去之后，虽然这个楼价和车价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他们每个月的供款要大了很多，这个时候美国本体的消费一定会下来。另外呢，要供楼的人，要供其他贷款的人，他们每个月的供款上去了之后，口袋里的钱少了，他们的消费也会下来。而当这个消费下来的时候，企业也不愿意再大量的投资去扩展他们的产能或者发展他们的营销渠道，再加上企业的投资很多时候也需要借贷，而这个借贷的成本随着利息上涨也是更加昂贵，可能导致更少的企业愿意去投资。消费下降，企业的投资下降，一定会导致美国的经济放缓甚至是衰退。那如果再加上世界市场也不景气的话，比如说世界第二大的市场中国现在面对这些问题，经济的放缓，或者是欧洲受着能源高价的困扰，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一定减少，所以很大的一个可能美国的经济也会不好。这个时候经济不好，利息不好，滞胀的来临，对整个股票市场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调整的压力。美股到现在如果只跌了 24.5%， 这只能算是一个调整，而真正的股灾到最后发生的时候，是让很多人都会心惊胆战，股价一天之内暴跌10个甚至 20%， 尸横遍野，很多的人可能会跳楼的，这才叫股灾。那什么会导致股灾呢？就是因为如果太多人之前借了钱去投资，当这个股价不断下调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感觉到要止损了，要离场了，快点趁还有一些剩余的价值把股票卖掉，剩下来的套现的钱去还债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加快了很多的股民离场，而这些股民要离场又会使到股价再暴跌，跌到了一个程度之后，还有一些借了 margin loan 去投资的人会给证券行 call loan， 就是证券行给他们一个很短的时间要补充资金，或者呢就会把他们的 portfolio 斩仓。如果一旦发生斩仓的话，很短的时间内有很大的一批股票抛售到市场里面来，而在这个时候接货的 buyer 又少之又少。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断的跌下来，要想捞底的资金已经被套住了，没有钱再去接盘了。还有一些呢是看到股票跌了这么多之后不
敢去捞了，最后还有钱可以捞底的人可能也会贪心，等它再跌多一会儿，因为到最后股灾的时候是 free fall， 所以在 free fall 股灾崩盘式的跌下来的时候，接盘的人数会很少，这个时候股价会在很短时间断崖式的下跌，产生到了一个雪崩式的股灾。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在股票市场还没有调整之前，2021年的12月的时候，股票市场经过了10多年的涨幅，里面有很多的新的股民觉得股票市场只会调整，长远还是涨的，所以我们还是不断的买股票。还有好多的股民呢是借了钱去买股票，有些是把他们的房子 refinance， 把房贷的钱去买股票，有些是直接在券商里面 margin loan， 这些券商公司为了增加他们的盈利，很乐意的借了很多的钱给那些投资者，用股票来做抵押去借钱买楼。我们回看上一次 margin loan 的这个数据已经到了历史的新高。那美股从去年年底的最高位，最大的调整是调整了 24.5%， 这个调整的幅度还不足以导致这个雪崩，因为一般的券商是给你买入股票的大约 60%到70% 的借贷，所以调整了 24.5%， 还没有触发到券商的一个 margin call。 但是如果股票市场继续往下跌的话，可能是跌到了 30% 以后，有一些证券的户口他们的 margin 就要被 call 了，这个时候就会触发到这些涨仓盘，然后涨仓盘的出现会导致股价更加激烈的往下跌，这会触发到更多的涨仓盘，所以到了股价调整到 40%到50% 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大的涨仓盘可能会出现，导致股价最终会暴跌，从最高位可能会跌 50% 以上，甚至是 60%、70%。 当然未来没有发生，但是随着我们现在全世界还有这么多的黑天鹅，每一个黑天鹅又有骨牌效应，导致下一个黑天鹅的出现，我们面对的股灾的几率也是越来越高。今天分享这个给你，不是叫你去做空美股，不是叫你全部套现，而是要做好万一股灾发生的准备。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准备呢？其实有以下几点大家可以考虑的。第一个，如果今天你是过分借贷的话，赶快卖掉一点资产，还掉一点债。比如说在过去几年，在马来西亚有很多的房地产的导师教了大家用种种的方法可以做到 no money down， 用了 massive debt 去买楼，这个导致楼价已经不断的涨上去，在涨的时候很爽，好像又离了财务自由近了一步，但是大家要看到这个楼价也分分钟会下跌。万一经济不好了，房子租不出去了，或者房租要减低了，人家交不起房子了，这个会不会对很多的业主他们的现金流产生问题呢？很多的人还是一下子买了5套10套，那一下子这个现金流不是一间房子的现金流出了问题，如果有超过那些业主能够负担的现金流出现的话，会不会导致更多的房子被银行没收？而银主盘的出现会不会又导致更多的楼价下跌，导致更多的银行要 call loan 呢？今天如果你有太多房子，而这个房租又不够你供款的话，快点降低你的借贷。第二个呢，也要把你的收入多元化。比如说用香港来做个例子，香港的供款很多是跟 HIBOR 挂钩的，而 HIBOR 是每天都在调整。我们 HIBOR 从年初的 0.1、0.2 已经涨到了现在接近 1% 了，而且继续随着美国的加息，资金的撤离，香港也一定要加息，所以我们可见的未来香港的利息会继续涨上去，这个对供楼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现在赶快要看看能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而香港经历了19年的社会运动，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这一次再加上加息的话，这个经济已经是弱不禁风。做生意的如何可以赚钱，打工的会不会老板赚不到钱，我们的工作也会不保呢？所以我们要有备胎，而这个时候最好的是要装备自己，更新自己的赚钱的创造价值的
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度过这个经济的寒冬。那对于股票投资的话呢，我建议也不需要 all out， 更加不能做空，但是也不要 all in， 我们保留一些现金，万一股市不跌下来，那我们还有股票在里面，也会自己蛮开心的。但万一股灾真正的发生了，我们还有一笔的现金，可以在最低的时候去选一些好的股票捞底。记得股灾的时候买的股票是最容易在以后涨很多很多的。我个人密切的留意我看的一些10倍股，我相信真正股灾来的时候，股价在调整的时候买入这些好的优秀的企业，到了下一次牛市的时候涨10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也是危机，有了危才有机会，装备自己，学会如何去选股，这是面对这一次严峻的经济挑战的最好的解药。今天分析了当今的经济的局势和3个我认为最好的解药给大家。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价值吗？那记得给我们一个赞、留言和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